不同国家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都是什么？你知道吗？有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全国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是37681人，而到了2022年，达到了49070人。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尤其是未成年人杀人犯也在不断出现。可是年龄小，让很多犯罪分子逃过了应受的处罚。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其他国家是怎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美国2017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10岁的小女孩被人先奸后杀，而杀人凶手就是小女孩15岁的继兄艾丹。在审判了2年之后，艾丹被判处终生监禁。在美国，未成年犯罪不在少数，所以美国也有一套少年司法制度。14岁以下罪行严重会被判监禁或者被送到相关收容机构。在被监禁的过程中，未成年必须在身上佩戴专门的电子监控，会被限制出行的时间段和范围。更严重的会被送到训练营进行军事化管理。英国就在不久前，英国维尔特郡斯文顿一名14岁的少年奈特总会在商场、购物中心、快餐店等公共场合故意吓唬人，但即使是这种熊孩子的行为，英国当地法院还是判处奈特在少年收容所监禁2个月。在其他国家可不会对闹事的未成年人做这种处罚。由此可见，英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措施还是相当严厉的。而且根据英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14岁以上犯罪是要负刑事责任的，10岁以上、14岁以下犯罪要根据罪行证据等推定是否要负刑事责任，只有10岁以下不负责。那么除了英美，其他国家又是怎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呢？世界各国对未成年犯罪的处罚。伊朗是世界上至今保留死刑的国家，即使是未成年人也不例外。据2022年联合国报道称，光是2021年，伊朗的未成年人死刑犯就有80多个。在伊朗，如果未成年犯了谋杀、贩毒、抢劫等罪行，就会被判死刑，9岁就会被关进监狱，男性到15岁就能被处以极刑，而女性则是一直关到18岁，然后执行死刑。而且这些未成年人罪犯被关进监狱的这段日子可不是关禁闭或者受教育，反而会遭受很多刑罚，甚至女性在执行死刑之前还会被强行举行临时婚礼，失去童真之后再执行死刑。所以伊朗绝对是世界上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最严厉的国家。俄罗斯。根据数据显示，俄罗斯未成年犯罪率一直很高，2005年就有超过112万未成年人犯罪被捕，其中有5万多未成年人被通缉，他们犯的不是杀人放火，就是参与恐怖活动。但尽管未成年人犯罪率很高，俄罗斯的法律还是规定了未满18岁的未成年不会被判死刑，只会接受监禁或者教育等手段。不过2020年的时候，俄罗斯最高法院通过了一项决议，那就是未成年人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全部由父母承担。泰国可是一个凶杀率超过美国的国家，这其中未成年人的人数也不少，所以泰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十分重视。2020年，泰国内阁通过了最新法律，那就是未成年人犯罪满了12岁就要负刑事责任。不过还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更严重的国家在后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最严的国家新西兰。2006年，新西兰一名15岁的男孩因为调皮对着路上的车子丢石块，最后导致一名司机当场死亡，法院对这名男孩判处4年有期徒刑。2022年，新西兰一名14岁男孩在街头将一名40岁流浪汉杀死，这名未成年男孩最后被判处终身监禁。新西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程度还是很高，虽然没有死刑，但罪行严重也并不会放过，就算是未成年依然会受到牢狱之灾。印度。2012年，印度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新德里巴士轮奸案，一名23岁的女生和男性朋友在外出途中搭乘了一辆私人巴士，结果这名女性在巴士上遭遇轮奸。让人气愤的是，犯罪分子中有一人17岁未成年，最后只被判处了3年监禁，而这也引起了人们的抗议。所以2015年的时候，印度颁发了新法案，未成年人超过16岁且犯有谋杀、强奸等重罪是会被判处终身监禁或者死刑的。日本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定是不满18岁就不会被判死刑，不过日本人未成年负刑事责任的最小年龄是14岁，超过了14岁，只要是犯罪了还是会被判处有期徒刑等。他们认为14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大脑发育还不完全，对犯罪也没有概念，但现在的小孩子不止心智发育的越来越成熟，就连身体素质都比很多成年人要强壮，所以未成年人犯罪率才会越来越高。你觉得未成年人犯罪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几岁才正常呢？我是老黑，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欢迎评论、私信轰炸，咱们下期再见。